救命！救命！有人吗？有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子贤，李念，快让爸上去！李念，快给他接着！李叔叔，你别慌，我这就把你拉上。啊！你，来了！你，这爸没劲儿了啊！你，哎，林叔叔，你也别怪子贤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把你的亲生儿子安成宇接了回来。这安家的财产可都得是我们子贤呢。我给了他还不够多吗？成宇回来的第二天，我把我所有的股份都给了他。你被你父母抛弃，要不是我在路边捡你回来，你早就冻死在路边了。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？啊！良心啊！安陆康、安成宇那个废物没回来之前，是我让你有了儿子，所以你得感谢我才对啊！啊，对了，当年那个老妖婆摔下楼梯变成植物人啊，你把安成宇赶出安家，其实那是我推的，怎么很惊讶是吧？啊，我问你啊，安成宇那个亲生儿子没走，我安子贤的继承人位置又怎么坐得稳呢？爸，子贤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老东西，去死吧！安家是我们的。爸，你可千万别吓我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走。来不及了，爸错了，对不起。你别这么说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爸一定好好对你。2021年，回到5年前。子贤，马上就是你爸的生日了，到时候啊，就该宣布你是他的继承人了。你呀，可得好好的努力哦。我这是重生到了宣布继承人的前一天。安子贤，前世我那么器重你，你却狼心狗肺的害我性命。这一世，我安陆康的继承人只能是成宇。外婆，放心吧。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子贤，你不是有话要对爸爸说吗？爸，谢谢你的信任，以后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的。你看这孩子多孝顺呐！继承人，你想都别想。子贤，爸爸有点累了，你快去上学吧，别迟到了啊。爸，那我上学去了。什么东西？等我录。
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先上学去吧。老安，子贤晚上就回来了，你怎么还舍不得了呢？你还不知道他呀，心里最在意的就是子贤啊。哎，对了妈，陆康的生日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陆康啊，这段时间辛苦了，生日宴的事儿就交给咱们娘俩去准备吧。嗯。谢谢妈，阿婉，你辛苦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谢呀？妈，我们去看看布置吧。好，老公，我们走啦。先生，这是程宇的衣服。先生，你不要怪大少爷，是我自己要洗的。大少爷每天放学回来还要做全家人的饭，写完作业都后半夜了，根本没有时间洗衣服。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呀。这衣服这么旧，这还能穿吗？他就这么几件衣服，没有别的了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好的，先生。前世，我为了不让安子贤多想，从没进过程宇的房间，竟不知道我的亲生儿子被苛待成这样，连个像样的保暖衣服都没有。赵助理，你去把我名下那40套房产，还有20辆跑车，过到程宇的名下。你把房产证和车钥匙送到老宅去。红马，我一个大男人心比较粗，你看程宇这房间里还缺什么，你都给他补齐。你钱不够，你跟我说。我现在去给他买衣服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亲生儿子一定不能比一个养子过得差。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些年是我瞎了眼，错把于某当真主。往后我要好好弥补程宇。是，先生。红妈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我给程宇买的衣服，还有礼物，车里还多呢，你待会儿记得拿。等程宇回来了，你把这些都放到他房间去。哎呦，这么多呀！哎呀，我这当爸的确实是不称职，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我看子贤平时有那些手办模型，还有这些乐高，我都买了些，他总有他喜欢的。少爷知道了，一定很高兴。您放心。等他回来了，我就给他送上去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过去。好的。安成宇，我说到房间去。你说话你没听见？聋了？我去！哇！这饭还最激动！哇塞！价值100亿的月港园，布加迪跑车，法拉利330，
二少爷，这些都是先生买给大少爷的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先生说，等大少爷回来了，把这些拿到他房间去。放屁！安成宇在家里什么地位你不知道吗？爸会给他买礼物。我看就诚心想跟我作对，不想干就给我滚蛋！安成宇，这是爸送你的东西吗？我是我的。不要紧了，哥，你个毛毛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安长呀，我问你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垃圾堆里捡的。垃圾堆里是什么味儿？是臭味。知道就好。搁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，就该在角落里扔，别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听见了吗？配拥有这么多好东西。二少爷，这些都是先生买给你的，是我听错了，我马上给你拿到房间去。早这样就好。明天爸宣布我是继承人的时候，算是亲生儿子，怎么样？还是我踩脚底搂撒？去，把这些东西送到房间。还有，别让这个垃圾碰我的东西，我先走。少爷，等先生回来，我就告诉他。不用，要是爸知道我又惹弟弟生气，他也会生气的。王妈，成宇回来了，东西他喜欢吗？你的脸怎么了？你被谁打？是安子贤是不是？东西也是他打的。先生，我说了这些东西是你买给大少爷的，可他就是不相信呀。哎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马上就赢！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给程宇买的礼物。什么？你买给安成宇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子贤，怎么了这是？外婆，爸说礼物是买给安成宇的。什么？老安，安成宇才被捡回来多久啊？就给他买这么好的东西干什么？他配得上吗？就是，能把他养在家里呀，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。他哪用得了这么金贵的东西？程宇是我的亲生，我给他买礼物，天经地义。哎，他安成宇又脏又臭，凭什么配这么好的东西？这些东西都该是我的。陆康，你平日里最看重的就是子贤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东西是谁的就是谁的，看看现在嚣张跋扈成什么样。老安，没事儿，既然爸想让我把东西给安成宇，我给他就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拿出来！什么？你给我来真的？凭什么给他呀？我在安家都10几年了，他安成宇才回来几天呀？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我再说一遍，东西是程宇的，不还家法伺候。老安，这么小的事情，你用得着动家法吗？王妈明确的告诉我，那是我给程宇买的礼物，占为己有，是偷是抢。
杨管家，去祠堂藤条取过来。是。既然你执意破坏，那我就加法加回去。子贤，赶紧随便选一件应付下就行了。我说了，要全部，一样都不能差。不可能，一样都不会给。先生，藤条取来了。先生，家法已备好，按了工具进了盐水。不是，给我来真的呀！真有家法打我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老安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家规说得很清楚，私占家产，占为己有，20藤条。他拿了程宇的东西，价值1000万，翻倍40藤条。老安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真舍得咱们子贤受这个罪呀？陆康，继承人你都给了子贤，你何必在意区区那1000万的东西？家规如铁，家法不能破。今天除非他把所有的东西给我拿出来，否则你们谁求情都没有用。给我打！是。子贤，把东西给他们，明天外婆带你买更好的，你想要什么，外婆都给你买。大师都在这儿了，满意了吧？子贤，你去哪儿？先收着吧，这次先饶了他。是，先生。王妈，把这东西拿到程宇的房间。是。喂，安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到您家门口。安子贤已经出去了，你给我把他盯好了。这些天他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都给我记下来，回来汇报。是。21点。没钱你出来玩什么玩？耍我呢？娘娘，求你了，再借500万，你不借我主要手就没了呀！还敢问我借钱？上次借我那500万，你到现在都没还。你要是没钱啊，趁早滚蛋！娘娘，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跟我分手啊！明天要交钱了，明天是我爸的生日宴，到时候赶紧宣布我是帝豪的继承人，别说500万，就是5个亿我都能给你啊！真的？你没骗我吧？娘娘，相信我，我爸最器重我，到时候整个安家都是我的。刚才我没弄疼你吧，宝贝？娘娘，你相信我，等我拿到了继承权，就把这父子给赶出去，把我今年所受的气1000倍万倍的还回来。子贤，这卡里面呀有100万，你呀去给你爸挑个礼物，哄他高兴高兴。100万，随便买一句他换一句，反正我以前送给他的破烂，他都当宝贝似的珍藏，随便糊弄2句就够了，出我一个。外婆，你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安总，
这是安子贤的调查报告。霸凌、抽烟、喝酒，我还敢借高利贷？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他是这个德行？安总，您真的要把继承人的位置交给这种人吗？小赵，你去重新拟定一份继承权合同，我要把我的继承权传给我的亲生儿子安成宇。明白。安子贤装乖卖巧，企图假正义，有了这些证据，明日就从彻底家庭赶出家。子贤少爷，恭喜啊！过了明天，您可就是帝豪集团的掌舵人了。到时候我们的生意还得靠您照顾呢。要说还是安总眼光好，子贤少爷优秀又孝顺，这继承人的位置非您莫属。将来整个商界怕不都是您的天下了？那是。某些人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也不看今天是什么场合，居然还敢来凑热闹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就是啊，跟子贤少爷比起来，连端茶倒水都不配。哟，这不安成宇吗？今天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可惜呀，你连子贤少爷一根头发丝儿都赶不上。今天是安总的生日宴，更是子贤少爷成为继承人的重要日子。你个垃圾堆里出来的废物，来蹭吃蹭喝吗？是我爸让我来的。闭上你的嘴！爸不过就是拿你来考验我，你就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真以为爸会器重你啊？哼！也不去看看，爸爸最重要的继承权最后给了谁？还跑到这儿来给我耍威风！弟弟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耍威风。我算什么东西啊？叫我弟弟，你配吗？没耍威风，穿着爸送你的新衣服、新手表，不是来跟我显摆，是什么呀？是我爸嘱咐今天我穿戴这些的。行，去，把那手表扔了，衣服剪了，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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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别太过分！妈，外婆，谁让你今天抢了子贤的风头？你活该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挑衅子贤少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哟，爸好歹也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啊！送他一个破手串，大巴叫花子呢。真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晦气玩意儿，上不到台面。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依然一身的穷酸相。我们安家是什么啊？这个东西拿得出手，简直是丢我们的人。哪像我们子贤，出手就是100万的玉扳指。我没有钱，我只能做这个。而且爸说了，心意是最重要的。爸送你这么多东西，你是不是要卖了？不都上百万了？那是爸第一次送我礼物，我死也不会卖。装傻是吧？啊！装，接着给我装！
就你有孝心啊！怎么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安家的一切只能是我的，这辈子永远都翻不了身，只会辜负在我的脚下。谁说你是继承人的？程宇，没事吧？爸，您刚刚都没看到，哥一来就说我不是您亲生的，没有资格站这儿。我没有，哥还说我不配当安家的大少爷，还一直想把我赶出去，大家都可以为我作证的。我是出于防备才还手的。是啊，安总，我们都看到了。程宇说的有问题吗？什么？安子贤，你本身就是个养子，你霸占了程宇18年的位置，还不让人说实话。老安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就算是要考验子贤，也不能这样说呀。考验？我没工夫给他玩这种把戏。我今天过来是来宣布我的资产继承人的。子贤，你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他心里有你的，毕竟他有一个亲生儿子。在外人面前也能做得太过，但他心里你是最重要的。恭喜啊，子贤少爷！子贤少爷，以后我们的生意你还得多多关照呢。就是。我宣布，我的资产继承人是我的资产继承人是安程宇。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安子贤，你他妈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！哎呀，爸在说什么呀？安家的继承人怎么能是安程宇呢？我不同意。我做什么决定，用得着你同意？老安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把继承权给子贤，怎么能临时变卦呀？阿婉。那是你不知道，安子贤这个家伙，他就是个毒瘤。我这里有证据。我不同意，子贤是我从小看大的，他就是我的亲孙子，谁也不能夺走他的继承权。有些人想要的没门。老安，我是安家的掌权人，继承人给谁，我说了算。老安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和妈也有帝豪的股份，我们不同意把继承权给安程宇。帝豪集团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我要把继承权给谁，还轮不到其他人指手画脚。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一会儿我会向你们解释的。程宇，过来。程宇啊，在这个文件上签字，你就是我的继承人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呀！我不同意你把继承人给安程宇这个废物，安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我。就冲你刚才骂程宇的那句话，我的继承权不可能给你。反正我已经把继承书给撕了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安子贤，你是不长脑子吗？这么重要的文件，你觉得我只会拷贝一份啊？你安陆康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这样做，他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老安，这件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现在马上给子贤道歉，并且重新把继承权给子贤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。是啊，安总，子贤少爷聪明能干，性格良善，你把继承权给子贤少爷，咱们帝豪集团肯定能更上一层楼啊！对啊，对，安总，子贤少爷肯定比安程宇合适。哪像他呀，从小是在垃圾堆里长出来的，一点气质都没有，还满嘴的瞎话，不诚实。集团要是交给他呀，早晚是倒闭。那是因为你们这么多年都被他给骗了，你们看不清他的真面目。我敢向你们保证，安程宇绝对比安子贤强个1000万倍。安陆康，你装什
什么？从来也没见你对他有重视过。这一切还不都是原来你就这样对他了？以前那是我错了，现在我看清了，帝豪集团只能是程宇的。老安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。安子贤，程宇现在已经是我的继承人，而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怎么地。安子贤，你他妈这个废物，你把我害惨了！安陆康，你这言无信的老东西！老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伺候你这么多年，你到头来给我搞这一出！我告诉你，安家的一切只能是我的。这安子贤怎么能说安总是老东西呢？这太不像话了！是啊，当年要不是安总把他带回来，恐怕他早就死在外面了。怪不得安总不给他继承权，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以后谁敢相信他？老不死，你笑什么笑？放肆！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个安子贤说我什么？我养了他10几年，我却养了一个仇人。我就是养条狗，10几年的时间，他也知道亲顺我吗？就凭这样，我还会把继承权交给他吗？就是啊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安子贤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不是这样的，笑子贤，你别怕，有外婆在这儿，谁也欺负不了你去。还不都是他说这话逼你的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老安，子贤还小，咱们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能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？他就是说了2句气话罢了。是啊，安总，子贤少爷可能就是一时生气，说错了2句话。是吗？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能因为我说这么重的话，就这么惩罚我呀！这，就是，这还不都是你逼的他？这孩子这么懂事，你这一说那么难听的话逼他，是吗？那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个家真面目。高助理，全场2元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嘞。哟，帅哥，看看喜欢什么？咱们这儿别看价格便宜，东西可都是高仿货，一般人看不出来啊。哟，就他了，给我装起来！好嘞。我去，这真是子贤少爷啊！子贤少爷竟然在地摊货花2块钱买了个东西，这100万的扳指呢？不是，那不是我。安子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妈，你给了他100万，让他买礼，他只花了2块钱，剩下的99.9998他都装到了自己的口袋。小年纪就知道中饱私囊，从中受贿，我把钱就交给他，还能得了啊？老不死，你居然配着跟踪我！我要不找人查你，我还不知道我从小养大的儿子竟然是你这副德行。安陆康，钱我给了他，那就是他的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虽然说买的东西便宜点，但也是孩子的一片孝心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不知好歹。外婆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我不管，子贤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是我的心头肉，谁也不能欺负了他去。老安，你还差那100万吗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这件事就算了。你们还是不信，我就让你们看清楚他的真面目。高助理，娘娘，可得帮帮我，咱们现在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当不了继承人，你们的钱1分也拿不到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既然能拍到我买戒指的视频，肯定也能拍到别的，你可得帮帮我。我告诉你，安子贤，你让我怎么帮你收尾？这么多人，我绑了他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还不了钱，后果你他妈知道。哎，娘，娘娘，你想想，我拿到了继承权，就把那对父子给赶出去，把我今天所受的气1000倍万倍的还回来。难怪安总要取消安子贤的继承权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他那么坏啊？
不是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哎呀，就算子贤做错了什么，你不能私下说他吗？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有今天这个后果。今天非要让大家看清楚他这个嘴脸。这些就是安子贤所有恶劣的证据，你和妈好好看看，这还是你们眼中那个品行兼优、懂事听话的孩子吗？子贤，这真是你做的？外婆，你相信我，这真的不是我啊！不管你承不承认，证据就摆在这儿，你赖不掉。安陆康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今天干的这事已经毁了我的一辈子了。我为了不让你把安家害得家破人亡，我为了让程宇有一个安定的未来，我为了替安家除掉你这个毒瘤。够了！别打了！安鲁康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刚才这2巴掌打的就是他狼心狗肺、恩将仇报、不择手段、害人性命，这还远远抵不过他对程宇造成的伤害。程宇，你放心，只要有爸在，安子贤休想再碰你一个指头。爸，这原本是要送您的佛珠，可它断了，对不起。这是爸收到最好的礼物。爸，生日快乐！程宇，上辈子爸对不起你，这辈子爸一定好好对你。再怎么说，你也不能打他呀！你觉得他这种满身恶习、目无尊长、不开口？安陆康，今天好歹也是你的生日宴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呀？李婉，你是耳朵聋了还是眼睛瞎了？你没看到他？我不管，再怎么样，子贤始终都是我的儿子。你怎么回事？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了，你非要让他害得让我们家破人亡才甘心吗？我不相信子贤会这么做。如果他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，我们安家家大业大，还缺他这点钱吗？家大业大，我的钱不是让他这样花的。还有，你们能有现在的生活，那靠的都是我。老安，到底想怎么样？说完，安子贤罪行累累，就算我不追究，法律也会严惩。不可能！妈，外婆，我不要进去。安陆康，子贤也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你怎么忍心让他去吃牢饭？是啊，安总，子贤少爷从小在您身边长大，感情也那么深厚了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对啊，安总，我相信子贤少爷一定能改邪归正的。告诉你，子贤是我亲手带大的，谁也不想欺负的。是啊，老安，这次就算了吧。算了，不可能，子贤必须滚出安家。安陆康，你别蹬鼻子上，别以为你是帝豪的人质就可以管控一切。我告诉你，我女儿的亲儿子，我的亲外孙，绝不可能离开安家。亲儿子，李婉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事已至此，我也不瞒你了，子贤的确是我的亲生儿子。你本可以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但是你非要把我儿子赶走，你不让我儿子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妈，你真是我亲妈呀！子贤，没事儿，妈一定护着你。怪不得你一直护着他啊！原来他是你的亲儿子，你的亲外孙啊！告诉你，安陆康，别以为你给了钱就了不起，我们也是有股份的，想让子贤走啊，没门儿！程宇也是你的亲外孙，也是你的亲儿子，你们怎么就不心疼他？安陆康，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爱你，所以给你生的儿子我一点都不在意。我李婉这辈子只爱一个男人，要不是看在你有点钱，你以为我能看上你啊？那个男人是你的初恋王志吗？我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一个儿子。没错，我这辈子爱的人就是他。刚好安成宇爱跑丢了，我正好可以让子贤接过来。我本以为你们也是被蒙蔽了，
但是现在看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做的一个局呀！安陆康，这是你和我女儿的离婚协议，我早都拟好了。要不是看到这些年你对子贤还不错，我没管你，我早就想让你离开了。既然你现在突然间抽风要赶子贤走，那就别怪我客气了。你名下所有的资产早就被我转移走了。你如果乖乖的把继承权给子贤，你还可以过荣华富贵的日子。但是你非要给我找不痛快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说过，安家的资产只属于子贤。什么？老安，这是家里的财务报告，你签个字。那安总岂不是跟净身出户一样了？就是，安总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？这又要变成穷二代了。帝豪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果然啊，有什么样的孩子，就有什么样的妈。你们3个人真是恶心的如出一辙。我给你们好吃好喝的供养着，没想到养出了3条白眼狼。安陆康，别把你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当初你不就是看上我们阿婉的美貌才娶她进门吗？我们阿婉啊，生来就是享福的，你的财产啊，本来就该是她的。想不到我安陆康精明了一辈子，却败到了我老婆身上。离婚是吗？我求之不得。你们这帮人真是让我恶心。爸，程宇，没事，这个公司是爸白手起家做起来的，爸能做出一个帝豪，还能做起来第2个。安陆康，你可想好了，一旦签了离婚协议，你可就是穷光蛋了。不过你要是肯放弃程宇，这个家还是可以待的。我连看你们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帝豪我不要了，我看你们能把帝豪带成什么样。你们这种家庭，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我告诉你，安子贤就是个天生的坏种子，你们就等着被他吃绝户。哎，老东西，乱骂谁呢你？赶紧滚蛋！程宇，我们走吧。让。子贤他们终于啊被赶走了，以后啊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子贤，以前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以后你就是帝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。我们以后安心过日子。妈，外婆，以后呀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。好，来，安陆康正好走了，咱们大家好好庆祝一下。子贤少爷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！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啊！爸，谢谢你，选择了。谢什么？爸说了，要好好的复诊着。爸，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接下来你先安心的上学，咱们找个落脚地儿。剩下的爸来想办法。爸说了，不会让你过得比那个子贤差。就是前妻没有委屈你了。爸，你能选择我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怎么都不委屈。好，
陆康，文贤，陆康，你知道吗？当年要是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为首富的。这原来新闻里说的那个新晋首富是你啊！陆康，你在宴会厅里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。那个李婉，她不是你的良配，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陆康，其实18年前我就已经喜欢你了，但是你有家庭，我没敢告诉你。现在你好不容易离婚了，你能弥补我的遗憾吗？当年是我有眼无珠，这些年我一直为了李婉和那个安子贤一直奋斗，现在想想太不值了。要是能重来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你别太激动啊！我怎么能不激动呢？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你了。文贤啊，我跟程宇今天经历了太多了，这件事呢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我要现在就答应你，那对你也太不公平了。是我太心急了，那你们先安顿下来，去我那儿住吧，我那儿有地方。不，那太不方便了，我们住酒店。住酒店。那住我们文氏集团旗下的酒店吧，这样我也好放心。你们看行吗？行吧。你们先去休息吧，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。谢谢你啊，文贤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陆康，就算你不答应我，文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我也会一直给你留着。以后再说吧。是我太心急了，连表白都这么草率。小王，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，我要正式向陆康表白求婚。是，文总。程宇，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，你怎么不穿啊？我舍不得。你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衣服不就是让穿的？放心，有爸一口饭吃，不会让你饿着肚子。怎么不信爸？没有，谢谢爸。走。终于把安鲁康那个蠢货赶出家门了。昨天被他那么一闹，我都没有喝尽兴。今天呀，咱们好好庆祝庆祝，给子贤压压惊。就是，自从他离开以后，咱们家的氛围简直不要太好哦。哎，再也不用看见安陆康那个蠢货。放心吧，你那个家谁爱待谁待，即便是你们以后求着我，我也不会回去。安陆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安陆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不要脸的跟踪我们来的。告诉你啊，我妈和我外婆一定不会原谅你的。谁跟踪你？这酒店你们家开的，管这么宽？你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没有，哪来的胆子来星雅这7星级酒店消费？妈，他呀肯定是没过过之前破老爷的日子，还以为自己是华氏首富呢，来这儿打肿脸充胖子。我跟李婉已经离婚了，我跟程宇去哪？你们这一家子应该无权过问。现在啊，你也就是嘴硬，离开了我们帝豪，你看看谁还会当你是个老总？你呢，也就只能啊去餐厅当当服务员，去工地啊当当保安了。我这个人啊比较慈悲，念在我们是昔日夫妻的情分上，等到你和程宇活不下去的时候，记得来梨园找我哟。到时候跪在那儿给我磕几个响头，赏你个几千几百的，也不至于给你们饿死了。李婉，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的不要脸？我说安子贤这个白眼的，
怎么能坏成这样？原来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！你们这一家子真是让人倒胃口。哎，安陆康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安成宇不也是我妈亲生的吗？安陆康，你看清楚，你可是和帝豪集团的董事长还有总经理说话。李婉，你之前管过事吗？我如果不是看在你生了程宇的份上，我给了你帝豪10%的股份，你觉得你能进帝豪？离了我，帝豪早晚要倒闭。安陆康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那一点生意啊，我妈几天就能轻松搞定。再说，还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呢，我这么聪明，就能扶住我妈呀，让公司蒸蒸日上。就是，还是我们子贤啊，聪明又孝顺，不像有些人呐，不念亲情，非要把我们子贤赶出家门。好，那我就看着你们能折腾到什么时候。站住！李婉，李董事长，你长期婚内出轨，养私生子，蓄意抢夺前夫资产，现在离了婚，你又把前夫和你的亲生儿子赶出家门，你还想有什么纠缠？我没空在这给你刷嘴皮子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所有的银行卡还有信用卡全部都被我冻结了，你休想花出去1分钱。什么？文总，小娃，你看我今天的妆容怎么样？文总，你今天特别漂亮，是吗？那你去准备一下，咱们现在就去酒店，我要正式向陆康求婚。好的，文总。怎么害怕了？晚了，你所有的卡都在帝豪旗下的银行，冻结你的卡不过是动动手指的事。之前还说不花我们1分钱，怎么现在着急了？那都是我这些年的分红，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这些人可真是无耻啊！随便你怎么说，你要是不服就去告我们啊！反对啊，我们有完整的法务团队，随时给你奉回到底，拖你个10年8年没一点问题。还是子贤聪明，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。怎么，你现在知道着急了呀？安陆康啊，劝你识相点，赶紧跪下来，好好求求我们。说不定啊，我们大发慈悲，一人赏你250，也不至于让你今晚露宿街头啊！你们无耻！像你这种身无分文的老男人，离婚带个娃，除了我妈，谁会要？谁说陆康没人要的？谁说陆康没人要的？爸，你没事吧？陆康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看上的男人，还没有人敢欺负。文总携湘江御水椰树区1到6号楼，价值8000万豪车3辆，50斤黄金，300万现金，以及文氏集团51%股份和总裁之位，向安总求婚。这怎么可能？安陆康这些年就没有一个异性好友，上哪儿认识这么大手笔的人？要装也就装像点儿哦。你谁呀你？你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我知道，他们肯定是安陆康请来的演员，哼，演技还挺好嘛。啊，这演一场戏给你多少钱？道具还挺逼真了嘛。安陆康，挺适合下血本啊！啊，哎呀，那谁呀你？你敢碰我？安陆康，我之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。今天给我演了这么一出戏，你不觉得搞笑吗？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安陆康，你就是我和我妈撵出家门的一条狗，记住你的身份啊！
你就是我和我妈撵出家门的一条狗，记住你身份啊！记住你说过的话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你就是安禄康请的演员吧？他给你多少钱呀？我给你3倍，不过你得跪下来给我学狗叫。不得对文总无礼。演，接着演！你们这群短剧演员可真敬业呀！行了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，直接找人把他们轰出去。喂，韩经理，你们星雅酒店有人闹事。我们帝豪集团是星雅酒店最重要的客户，所有的酒店经理啊都得听我妈的。你们几个就等着被轰出去啊！好啊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哎呦，谁在我们星雅酒店闹事啊？就他们俩。文总，文总，文总，你怎么喊他文总？他不就是个演员吗？闭嘴！你们才是群演员。他是我们星雅酒店的老板，文氏集团的董事长文贤。这怎么可能？文贤可是全国首富，他怎么可能会看上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？还短剧呢？啊！霸道女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我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韩经理，你搞错了吧？她呀，不过是我的前女婿，如今是被我们家赶出去的窝囊废而已，怎么可能会认识什么文总啊？真是群蠢货！你骂谁啊你？你们这帮子臭拍短剧的，知道我妈什么身份吗？得罪了我妈，让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！哎，你好了，别跟这种人说太多。陆康，他们几个太吵了，要不把他们扔出去吧？来人，把这3个人给我扔出去！即日起，将安子贤祖孙3人列入星雅酒店黑名单，不得踏入全球任何一家门店半步。陆康，你还没有给我答复呢。文贤啊，你让他们把这些先收着吧，一直举着也快累人的。你能帮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你这么多东西，我确实是承受不起呀。可这是我的一番诚心呢。文贤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，但是你突然给我这么多，你让我怎么消化呢？更何况，我和程宇现在还是连家都没有的丧家之犬呢。抱歉啊，是我欠考虑了。不过，陆康，就算你不答应我，这些东西也是你理所应当得到的。当年如果没有你对我指点迷津，我不可能把文氏集团做得这么大。你们先安顿下来，咱们2个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说。程宇，昨天阿姨来得匆忙，没有给你准备礼物。这块手表是我昨天在拍卖会上拍下来的，这个款式跟你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正好匹配，你看看喜欢吗？不，吴阿姨，这个太贵重了。陆康，你让孩子收下来吧，毕竟这是我的一番心意。喜欢吗？收着吧。谢谢吴阿姨。你喜欢就好。韩经理，你先带他们去餐厅，我去换身衣服，等会儿请你们吃饭。两位这边请。那个女人真的是文贤吗？怎么可能啊？那肯定是安禄康请的演员。那星雅集团的韩经理为什么这么听他的话呀？确实，哎呀，你们想想啊，公司之前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经安禄康的手，这公司又和星雅合作密切，想请韩经理帮忙演一出戏不难吧？再说，你们真觉得文贤能看得上安禄康的东西？子贤说的对，还是子贤聪明。哎，对啊，安禄康他妈，也就是我那个抠门的奶奶，明天生日，
他们家呀还没几个人知道我妈和他离婚的事儿，到时候咱们就去他的寿宴上闹，让那个安禄康颜面扫地。好主意，咱们呢赶紧去。这样有点不太好吧？他已经把资产都留给咱们了，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……妈，你忘了咱刚刚怎么出来的了啊？安禄康都这样对咱们，你还替他着想？就是，他不仁，别怪咱们不义。他不仁，别怪咱们不义。妈，明天的寿宴你准备一下，我待会儿呀要和江城首富林总去吃个饭。如果这个合作能谈成了，咱们帝豪将会一飞冲天。妈，那个，妈怎么会忘了你呢？你也跟着去，长长见识，以后呀方便管理公司。谢谢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妈，走吧，走。爸，我吃饱了，想出去透透气。你这吃多少就吃饱了，再吃点。爸，我真吃饱了，你和文阿姨好好聊。走啦。这孩子，程宇这孩子真懂事儿。是啊，之前我被蒙蔽了双眼，我一直都不待见他，但是呢，他一直都很尊重我。我本想好好补偿他，可没想到又在他身上发生了这种事。没关系，陆康，有我呢。文贤，今天真的很感谢你，你要不是及时赶到啊，我都不敢想程宇还要受多少伤害的。我这个当爸的真的很不称职。你别这么说自己，程宇这孩子从小流落在外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妈妈又不喜欢他。不过还好，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爱他的父亲。缺失的那份母爱，可以让我来承担吗？我一定会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的。我一定会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的。我不是要拿程宇来绑架你啊，我只是说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我希望你也遵从你的内心。我知道。爸，我不是因为收了文阿姨的礼物才帮她说好话的，但是我觉得文阿姨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您比我认识她的时间长，相信你更了解她的为人。笑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文贤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文贤，咱们在一起吧。怎么，你之前说的不算数了？算数。陆康，你真的太委屈我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还无法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，甚至连一个拿得出手的戒指都没有。但是你给我时间，1年之内，我一定让全世界都看到的。你选择我安禄康没有错。我一直都相信你。吃完饭，咱们就去领证吧。文贤，你想好了吗？我认定的人就是一辈子。18年前我就已经认定你了，或早或晚都一样。早点领证，我早点心安。那个，今天晚上你和程宇就搬到我家去住吧。那么大一个房子，我自己一个人住，你们2个过去也好增加一些生活的味道。今天不行啊，明天吧，明天咱妈过寿呢，我正好带你见见咱妈。那我让林峰跟你一起吧，让他去帮你撑撑场子。林峰，江城首富林峰。对，就是他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我的手下做事，不过我很少在这儿，很少人认识我。有他这个地头蛇在，相信你的生意也能开展得很快。文贤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哎呦，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你赶紧吃饭吧。吃完饭咱们就去领证。
总，这是我儿子子贤做的企划书，您看一下。雷总，好，是。抱歉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那咱们再约个时间。不必了，这种企划书简直就是浪费我的时间。李总，妈，林峰什么意思啊？这林总啊是江城首富，他眼光高点也正常。不是，这计划书我花了整整1天的时间了，他居然说狗屁不通，什么眼光？妈，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没什么问题啊。什么狗屁手问？嘘，小声点，咱们先走吧。走。拍的真好，这照片照的真好看。爸妈，我给你们拍张照吧。程宇，你叫我什么？您不是都跟我爸领证了吗？程宇，你再叫我一遍。妈，哎，你们两个不知道，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好久了。爸妈，笑一个。再笑一下。文贤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程宇需要母爱。你看，我从来没见他笑这么开心啊！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你们两个先回去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咱们明天寿宴上见。好。爸，你看这张，不错。安老夫人，祝您身体健康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！谢谢谢谢。哟，安总来了。妈，陆康，我儿媳妇和二孙子呢？他们怎么没来呀？老夫人刚才念叨半天了，安夫人人呢？在外面还没进来吗？李婉，她今天不会来了。我和李婉已经……呀，老东西，都净身出户了，还有钱给你妈办这么风光的寿宴？净身出户什么意思？啊，亲家母，你们先坐。呸！谁跟你们是亲家？少跟我们攀关系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和安陆康已经离婚了，家产都是我和子贤的，他净身出户。离婚？哟，陆康，你怎么能跟阿婉离婚啊？这程宇好不容易才找回来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啊！你赶快跟阿婉道个歉，你们一家人会好好的啊！哼，我的好奶奶呀！你儿子那个阴险的老东西，居然勾结外边的女人，当众把我妈和我外婆赶了出去，让我们颜面尽失啊！这可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。安陆康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？外边的女人，难道你出轨了？果然，这男人啊，有钱就变坏。这安陆康啊，现在肯定是有钱了，瞧不上李婉了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爸没有出轨，是李婉出轨在先，安子贤是他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。这是真的吗？哎，这有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把子贤当做自己孩子来养吗？
这是不是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就是，我们都在帝豪公司上班，你把公司让出去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陆康，你离婚就离婚，你怎么能净身出户呢？啊！哎呦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呀？妈，你放心，帝豪是我一手创办的，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能创办出比帝豪更好的公司。哎呦，你说，你出了这么个事儿，你怎么不先给我这个老太婆说一声呢？啊，公司这么大的家业，你怎么能一个人做决定啊？妈，啊，你先给阿文道个歉，求他跟你复婚。哟，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一个人还带着一个男孩子，这净身出户了，一分钱没有，你以后可怎么生活呀？啊，听妈的，快去道个歉啊！妈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你能不能为我想想啊？子贤、阿婉、亲家母，我代陆康跟你们道个歉，求你们原谅他吧啊！哼，想让我妈原谅他也不是不行，不过要让他跪在地上跟我磕头道歉。哎呀，这死老太婆今天能办这么风光的寿宴，靠的就是我们帝豪集团。安陆康跟我们一家，你们才有这个工作。他离开了我们，谁认识你们？工作都别要了。安陆康，这事你也有错，赶紧跪下吧。是啊，赶紧下跪道歉吧，我们不能没有工作呀。安陆康，你可不能这么自私，是你私自把公司让出去的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。就是的，住口！大家都不要吵了，听我说。子贤、阿婉，只要你们能原谅陆康，跟他复婚，我老太婆替陆康跟你们跪下行不行？听到吗？妈，你干什么？起来，你不用求他们。我看你们谁敢让我婆婆下跪！我看你们谁敢让我婆婆下跪！这是妈，我是文贤，是陆康的现任妻子。今天我就是特地来给您祝寿的。妈，我和李婉离了婚，就和文贤领证了。程宇特别喜欢他。老夫人，文氏集团董事长给您准备了几份贺礼。文总送安老夫人南海别墅1套，玻璃纯种翡翠玉镯1只，南海粉珍珠项链1条。老东西啊，你的演戏演到自己亲妈身上来了啊！演戏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演总裁的女人啊，昨天早上就给我们演了一出戏，今天又跑到这儿来演。要不是我们在这儿，你们呀都要被她给骗了。哦，原来是演戏。哦，我说呢，全国首富怎么可能会给一个身无分文、离了婚还带个16岁孩子的老男人花这么多钱？原来是假的呀！安陆浩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荣了？老女人，你知道文总是谁吗？啊，你见过文总就敢冒充他？要是让文总知道，不光是你，他们这一大家子全都得完蛋。就是安陆康，这事儿要是让文首富知道了，非要你小命不可。你就别装了，赶紧下跪道歉。陆康，妈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来给妈撑场面，妈只希望你能过得好就行啊。你还是跟妈一起跟阿文他们道个歉吧啊！妈，你就信我一次啊！老太太，
你要真相信他呀，这亲孙子今天晚上就得睡大街喽。哎呦，陆康啊，妈只是不忍心看你和程宇流落街头啊！你要是再执意如此，妈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，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妈。江城首富林峰马上就来给安老夫人祝寿。江城首富给个糟老婆子祝寿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江城首富这么忙，你这先找人假扮全国首富文贤，这又找人假扮江城首富林峰，陆康，你是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就是啊，这酒店可是文总旗下的，你们想要找死，可不得带上我们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你赶紧跟李总和小安总道歉，否则怎么样？你们也想把我赶出家门吗？要是真是因为你我们没有工作，赶你出去那都是轻的，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！把我们逼急了，没有你们几个人有好果子吃。是谁在这里叫嚣？这真的是林总。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没听见我来是给安老夫人祝寿的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你怎么能来给这个老太婆祝寿呢？这就是江城首富林峰。我在电视上见过他，他就是林峰。文总，文总，他真的是全国首富文总？那安陆康岂不真的是全国首富的老公？林总，你莫不是被人他们骗了呀？一个堂堂首富怎么可能看上一个40多岁离婚带娃的老男人啊？他肯定不是文贤。我15年前就跟在文总身边做事，你的意思是我眼瞎，认错了人？林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子贤他不是有意的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位就是全国首富文氏集团董事长文贤文总。陆康，他真的是文贤呀？妈，我说过不会骗你吧？你这回放心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一定是合起伙来骗我呢！闭嘴！文总面前还敢放肆？这林总都出来作证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假呀？你们可真不要脸！私生子养了这么多年，清惨原配财产，还把陆康赶出门，你们就等着被收拾吧！像你们这样的人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安子贤，你个白眼狼，你有什么资格在陆康和文总面前叫嚣？你们两个墙头草，刚刚可不这么说的。李婉，这就是你们帝豪的继承人。林总，子贤他还小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啊！老夫人，林峰在此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另外奉上林氏旗下2处价值10个亿的房产，还望老夫人笑纳。哎呦，我一个老太婆哪用到这些呀？老夫人，我15年前跟在文总身边，要不是他带着我做生意，我林峰根本就不会有今天。既然您是文总的亲人，那也是我的亲人。这晚辈给长辈送贺礼，老夫人要是不收，这还是没把我当晚辈呀。妈，林峰以后会经常来咱们家。陆康说了，他很需要林峰这样的朋友。老夫人，我林峰在此发誓，一定会亲自辅佐安总和安大少。妈，他们说陆康和程宇离了他们就活不下去，现在事实摆在这儿，比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好10000倍。妈，这下年总该放心了吧？哟，我放心了，放心了。这陆康现在是文首富的丈夫，那咱们安家岂不一飞冲天了？那我们安家岂不是华氏第1首富？他们以后也要靠我们吃饭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比我过得好？好你林峰，
老子辛辛苦苦写了一整天的计划书，你居然说狗屁不通！我看你真是不知好歹。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，在我眼中就是一坨狗屎，居然还妄想和文总的家人攀比，你配吗？你闭嘴！你能不能别说了？林总，对不起，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可千万别给他一般见识啊！哼，年纪小不是他为所欲为的理由，依我看，他就是天生的坏种。你们帝豪对文总及家人不敬，即日起，我林氏将断绝与帝豪的一切合作。传出消息，在江城谁敢跟帝豪合作，就是与我林氏为敌。林总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！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你不要封杀我们呀！林总，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文总啊！知道他是文总，你们才肯像现在这样服软。他要是普通人，今天岂不是还要被你们打骂羞辱了？老安，求求你帮我们请求情吧！帝豪也是你一手创办的，你肯定不想看到他倒闭，对不对啊？滚开！陆康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阿婉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你救救帝豪，给林总说说好话吧。当你们恬不知耻，说帝豪是你们的手；当你们说安子贤是李婉和其他男人生的时候；当你们把我和程宇赶出家门羞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？陆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招惹你们了。你们就给我一条生路吧。好歹子贤也教了你这么多年的爸爸，你不能一点亲情都不顾啊！你不能这么赶尽杀绝呀！是你们快起来，不准给你们道歉呀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事到如今还敢对安总不敬，看你们还真是不长记性！妈，你就想打我是不是？哎呀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让你走不出这个门！子贤，你别说了，咱们斗不过他们呢。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，别打扰了安总和文总为老夫人庆生的雅兴。你放开我！陆康，我刚刚也是昏了头，刚刚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我们都让安子贤给误导了，我们也是怕你跟程宇日子不好过，不是？行了，先给妈过寿吧。啊，对，过生日。我的好儿媳，妈，走。安陆康这个老东西，刚跟你离婚就跟别人领证了，我看他们两个早就搞到一块儿，这么羞辱我们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啊！子贤，你消停点吧，一个是江城首富，一个是全国首富，我们拿什么跟他们硬拼啊？安陆康这个老东西，他心肠也太狠了，我都给他跪下了，他居然还这样！妈，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我现在都后悔，是不是我们当初把他赶出去错了？妈，你说什么了？当初是他们要把我赶出家门啊，我才是你的宝贝儿子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这事不能这么算。什么？有6家企业都和我们正式合作了？林总，你鲁难道是说真的？妈，怎么办呀？我们费尽心思才把帝豪搞到手，你不能在我们手里毁了呀！先去公司。小李，那5家公司不是签了合同吗？怎么会正式合作了呢？他们说帝豪没有信誉，宁愿跟我们法庭见，也不愿意继续合作。怎么会这样？再这样下去，帝豪就会马上破产的。不行，不能这样。不行，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。
总吗？我是帝豪。喂，李总。喂，哎，王总。喂。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5个老总都不愿意给我们机会了。这5家公司可是关系着帝豪集团的经济命脉，上下游业务都要经过他们手。一旦终止合同，帝豪集团就会马上破产，还会背上上亿的债务。不行，我还没过好日子，帝豪不能破产啊！难道林峰要把我逼入绝路吗？什么林峰？不是林峰下令封杀帝豪集团吗？不是，几位老总跟我说，是因为安总不在公司了，才和我们解除合作的。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因为安陆康？不信了，帝豪离了安陆康还运行不下去。统治下去，今晚所有人加班加到12点。什么？李总，咱们这个月工资可能都发不出来了，要是再让员工加班，怕什么啊？我才是帝豪集团的总裁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听子贤，妈，你听我说啊，只要有我在，帝豪一定会破产。我呀，又新写了一份投资计划书，那只要是长眼的，都会求着跟我们合作。我就不信了，疆场这么大，林峰还能只手遮天？狗屁东西！小赵，再给我说一遍！你求人就这个态度吗？来人，把这2个弱智给我拖出去！知道我是谁吗你啊？哎呦！操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咱们先回去吧。李总，不好了，咱们帝豪股票跌停，蒸发了70亿。都给我看什么？工作去！哎，干什么去？下班啊？谁让你下班？我不说了加班加到12点吗？安总都走了，公司股票现在下跌的这么厉害，指不定哪一天就倒闭了，还好意思让我们加班，要不要脸？信不信我开除你？不用你开除，老子不干了！我就不信了，堂堂帝豪集团还招不来新的牛马啊！你去给我找50个新员工去！安子贤，这活儿你自己干吧，老子不干了！这公司你随便折腾。哎，这你。妈，外婆，念念找我，我先去找她。念念，安子贤，分手吧。不，念念为什么呀？
我当初跟你在一起，只是因为你说你能给我们林家投资。现在帝豪集团都破产了，我还留着你干什么？念念，瘦死了骆驼比马大呀！虽然帝豪快倒闭了，但是公司基金和那个蠢妈的个人财产，我还是可以拿出来的。这些钱，少说价值也得10个亿呢，够我们快活好一阵子了。你有把握？当然，我那个蠢妈呀，最听我的。念念，只要你不跟我分手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不能放开林家这棵大树呀！没有林家，帝豪马上就得崩盘。安子贤，等我拿到安家的资产，立马甩了你。想要我们林家给帝豪输血，想得美！宝贝，那我等你好消息啊！妈，外婆，我找到整个帝豪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这个呀，是我女朋友念念给咱们帝豪签的协议书，价值100亿。有了它，咱们可以撑过好长一段时间。还是我们子贤有办法，找了念念这么好的女朋友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子贤，这件事儿干得不错。子贤，这合同怎么这么厚啊？妈，你这还犹豫什么呀？啊，离婚的布莎利马上就遍布全省了，你现在多犹豫1秒，帝豪就破产的早1秒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赶紧签了吧！你不相信别人，还不相信儿子我吗？子贤是你的亲儿子，他还能害咱们不成？好。帝豪有救了！哎呀，子贤呀，念念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咱们呀可得好好的谢谢他。行，我呀这就把他给请过来啊。子贤，这是念念吧？两废物签我字。你很好，现在帝豪集团改姓林了，你们2个给我滚！子贤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们刚刚签了合同了，帝豪现在所有流动资金跟你们个人财产的转让，现在这笔钱归我们了。安子贤，你可是帝豪集团的继承人，你怎么把钱给外人呢？我不同意！你不同意啊？这字你都签了，还想反悔啊？再说，帝豪集团的继承人本来就是我拿走属于自己的钱，怎么了？安子贤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？陆康当初要把你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是我和你外婆极力维护，甚至不惜与他离婚。你这么做对不对得起你的良心啊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太蠢，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呀？再说良心有个屁用啊！老子都没钱花，亲妈又如何？切，这笔钱就当做对我的补偿喽。你个畜生啊！陆康说的没错，安子贤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安子贤，你不是人呐！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就这样对我们的？老太婆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你才发现吗？啊！现在立刻给我滚出老子！我操，断手断脚都是枪！我不走，我跟你拼了！妈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的宝贝女儿给我滚蛋！你们2个把他们俩给我带出去，别在这儿再碍我的眼了。是。妈，
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安子贤，你不得好死！哎呀，娘娘，现在帝豪集团改姓贤了。不跑！以后再敢来公司，见一次打一次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走。妈，知道听安陆康的话，把安子贤那个白眼狼给赶出去了，我们也不至于落到这个田地呀。对，还有安陆康，咱们去找他。那孩子最是孝顺善良，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对对，走吧。安总，李婉和雨梦来了。陆康，老公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叫谁老公呢？我有老婆。安总，安总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我当初应该听你的话，是我鬼迷心窍。你之前不是说我和程宇离开了你们不会饿死吗？怎么现在又求到我这儿了？是安子贤那个白眼狼的，把我们的钱全骗走了，我们现在身无分文。你要是不救我们的话，我们真的会死的。你就看在我们昔日夫妻的情分上，帮帮我们吧，好吗？我之前就告诉你，安子贤就是个天生的坏人，早晚把你们吃绝户。可你们不信呢。啊！现在求到我这儿了，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卢卡，求求你了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有眼无珠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妈，程宇，程宇，我可是你亲妈，你帮妈妈劝劝爸爸好吗？早在我知道你背叛我爸，还要把我和我爸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就不再是我妈了。小赵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以后不允许再放他们进来。是，请问二位。哎，好，程宇啊，你妈让咱们带人去买房呢，走。这边的房子是我们卖的最好的。你看，那是个湖景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等会儿过来。好，你去吧，我们先看着。我们再看这边。哟，安叔叔。哟，安叔叔，都净身出户了，还有钱来这儿看房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林念啊，林念，上一世我被推下楼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我不找你倒先找上门来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帝豪现在已经改姓林了。什么？你耗费了半辈子心血的东西啊，只要我勾勾手指，安子贤就全奉上来了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帝豪的人了，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哼，李婉，你果然还是被安子贤和林念骗进家财。你们这两条丧家之犬，我劝你们最好赶紧离开这儿，这儿的房可不便宜，一会儿要是没钱付首付的话，可就闹笑话了。领域是林峰先生创立的，我们的品牌宗旨就是平等待人，不管这两位先生能不能买得起，都是可以看的。
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不管您是谁，都无法阻止这两位先生看房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他们俩就是两个穷光蛋，尤其是他，就是被人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。被他们看过的东西掉价，没人会买的。我劝你还是自重。我儿子怎么样，还轮不到你来评判。如果您是来看房的，我们很欢迎您；但如果您是来侮辱我们的客人，请您现在离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在这儿讲话？我告诉你，帝豪虽然不似从前了，但是好歹是有根基在的。凭借我们的商业头脑，不暇多日，帝豪绝对有超过林首富的可能。到那时候，我动动手指，你就失业了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，在这儿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我？没事吧？安陆康，没想到你已经沦落成和这种下等人惺惺相惜的地步了。我真替你丢人。互相尊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，这并不，反而是你这种狂妄自大才更丢人。全款刷卡吧。好的，先生。他这张卡里可刷不出来钱。刷不刷得出来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安陆康，你不会还以为你是个总裁吧？哦，对了，我朋友家还缺个司机，要不你去？你程月，算了，这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要它咬回去啊？先生，这是您的黑卡和房产。什么？他这张卡里竟然真能刷出来2000万去买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刷的一定是帝豪的钱，但帝豪现在是我的，你刷的就是我的钱喽。我从帝豪是净身出户，你少在这儿学狗陪人。宝贝，你不是说他是净身出户吗？可他现在随随便便就能花2000万去给他儿子买房，怀疑他私藏了我们帝豪的财产。趁着现在林念还不知道安陆康和文贤结婚，正好让他替我出口气。对啊，念念，他们呀肯定藏帝豪的财产。念念，你现在可是帝豪的老大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要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钱全都吐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他当初跟你妈离婚绝对留了后手，说不定就偷偷提前转移了我们帝豪的财产。安陆康，我劝你识相点，乖乖把你的钱全部都交。安子贤，你别在这为虎作伥。当初是你和李婉做的资产查封，我爸到底有没有私藏财产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安陆康多聪明，万一他提前转走了财产，做了假账，我察觉不到，怎么办呀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卡给我。不给。你敢打我？我不打你，但是你欠打。目中无人，空口无面，我今天就替你父母教训你。你要弄死谁呀？你他妈又是谁啊？我是陆康的妻子，程宇的母亲。哦，原来是安陆康的姘头啊！看你穿的珠光宝气的，应该是安陆康拿我们帝豪的钱给你买的吧？我的老公和儿子不用花任何人的钱，我的钱他们这辈子都花不完。又来一个会说大话的，怪不得你们两个凑到一起呢。婚内出轨，两个贱人，蛇鼠一窝。你也敢打我？哎，好吧，打他你手不疼啊？这种人脏了你的手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呀？你们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我让你们一个也走不出今天的店门。小姑娘，我劝你说话之前先掂量掂量。装什么装啊？一个婚内出轨的老娼妇，还想吓唬我？糟了，文贤怎么来了？本来只是想让林念帮我刁难一下安陆康，这可摊上大事，不行，我得先保全自己。哎呀，念念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先去上厕所。一天到晚憋事儿怎么这么多啊？林峰，你来一趟领域总部，有人在这闹事。林首富，你一个跟安陆康混在一起的货色，能叫来林首富，真是笑话。好啊，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安陆康，你不会以为林峰封杀帝豪集团是因为你吧？其实是因为李婉和安子贤得罪了他。你们这对奸妇淫妇还在这儿狐假虎威起来了。
安子贤是这么跟你说的。那不然呢？你们还想骗我？我其实早就知道内幕了。希望等下你还能说出这番话。哦，那你说说，你跟林首富是什么关系啊？用你能听得懂的话来说，他是我小弟。你说他是你小弟，我还说我是他妈呢。你想当我妈？林总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怎么真把江省首富叫来了？我问你话呢，小小年纪嘴巴那么脏，林勇就是这么教的你？是他们在这胡说八道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他说您是他小弟。他说的没错啊，我就是他小弟。怎么可能啊？他就是安陆康这个穷鬼的姘头而已。放肆！什么姘头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这是文贤，文总。文总，全国首富，怎么可能啊？文总，您看怎么处理？全面封锁林家，没收一切财产，包括之前吞并帝豪的，全部捐给平衡山区。林家那几所赌场也不敢进，那几条人命的事儿，搜集证据，交给警方。文总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敢。来人，把林念扔出去，以后不许他踏入林家旗下的任何地方。文总，求求我，别走，你能不走？念念，你没事吧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安陆康的新婚妻子是文贤啊？我什么我？拿我当枪使，想耍我是吧？念念，我没有。还他妈骗我！刚才去哪儿了？念念，我就肚子疼，去上个厕所。放屁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害怕了。我告诉你，咱俩从今天起玩完了，你们以后别想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别啊！念，林总，您培养了一位优秀的员工啊，他不畏强权，保护了我觉得你应该给他升职加薪了。你可是救了我的贵人，我宣布，即日起你就是领域总店副店长。林峰早就把你财产给冻结了，我还巴不得甩了你这没用的妻子呢。哼！还好老子早就留了个后手，提前转移了财产，不然不得被你拖累死。安陆康、安长远，你们没想到，就算你们搞垮了林家，我安子贤照样活得潇洒。子贤，一晚一梦，你们来干什么呀？子贤，外婆这些年对你不薄吧？啊，你就这样做，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？良心能当饭吃？良心能给我钱花，能给我买新衣服穿吗？啊！安子贤，我们可是你的亲妈和你的亲外婆，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？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！子贤，我跟你妈2天都没吃饭，你让我们进去吧，好不好？进去，瞅你们穿着穷酸样啊！进去不得给我家地板弄脏啊！不是2天没吃饭了？这是我家附近流浪狗吃什么饭？要真是饿得不小啊，拿着垫吧垫，不至于饿死呀！安子贤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把他饿死！妈，安子贤，我要你死！妈，我不是你妈，
安子贤，我叫你死！妈，我为你报仇了！妈，程宇，我跟你爸有点事儿要说。好。怎么了？这么神秘？李婉把安子贤给捅死了，然后去自首了，故意杀人，判了15年。我之前就劝过李婉，她不听啊，这就是后果。咱们过好自己的就行了。以后我照顾你这个程云成。好，我永远相信你。